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亚洲经贸格局中掀起的巨浪。最新消息显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正式拒绝了中国的入会申请，这到底释放出什么重磅信号？要知道，这可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首度在国际贸易俱乐部门前碰壁。不仅如此，据传闻，习近平政府在此消息传出后显得焦躁万分，四处活动试图破局。那么问题来了， CPTPP 为何对中国大门紧闭？这场连年上演的拒绝背后，真相究竟是别国排挤中国，还是中国自身制度出了硬伤？知名经济学家许成刚的一席话戳破真相，直指要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来探讨这个引发轰动的话题。整个故事充满戏剧性，请各位耐心听完，相信会非常有收获。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 CPTPP。CPTPP 的全称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单说，它是一个涵盖12个国家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的前身是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原本由美国主导制定，高要求、高门槛，包含市场开放、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2017年，美国政府突然退出 TPP， 我们一度以为这套高标准游戏规则要胎死腹中。然而日本、澳洲等国家不甘放弃，联合其他伙伴把 TPP 改头换面，成了现在的 CPTPP。2018年 CPTPP 正式生效，成为当今世界标准最高的区域贸易协定之一。货物贸易近乎 99% 零关税，服务和投资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还新增了劳工、环境、国有企业规制、数位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严格规则。简而言之， CPTPP 是个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高阶贸易俱乐部，对成员国的国内经济政策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远远超过传统 WTO 的门槛。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中国不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吗？为什么会被挡在门外？故事还得从头说起。早在2016年、2017年前后，随着美国退出 TPP， 中国一度松了一口气。当时不少中国官媒和学者认为，没有美国撑场的 TPP 撑不了多久，一些国家失去了搭美国顺风车的动力，这协定大概会不了了之。甚至有人断言，没有美国，什么安全面新奇进步的都是空谈。然而现实恰恰相反，那些看走眼的乐观论调，如今被证明是一厢情愿。CPTPP 不但没消失，反而顽强生长，吸引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加入。连远在欧洲的英国都在2023年成功申请入伙，成为 CPTPP 创立以来第一个新成员。这意味着 CPTPP 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非同一般，也充分证明少了美国照样玩得转。反观中国，态度经历了一个大转弯。起初对 CPTPP 采取观望甚至冷嘲热讽态度的中国，后来发现局势不对， WTO 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停滞，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区域内竞争对手如日本、越南通过 CPTPP 纷纷获得贸易红利，而中国若被排除在外，长远看可能吃大亏。于是中国开始转变策略，释放出希望加入 CPTPP 的信号。据记录，2018年底，中国高层就首次表示考虑加入 CPTPP。2019年和2020年，官方多次对外透露有意愿向 CPTPP 靠拢，并进行了试探性接触。终于，在2021年9月，中国正式向 CPTPP 的保存方纽西兰递交了书面申请，启动入会程序。这一举动当时引起各方关注，毕竟 CPTPP 规则如此严苛，中国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了吗？遗憾的是，申请递交仅仅是开端，更大的挑战在后面。根据 CPTPP 章程，新成员加入必须得到所有现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成立工作组展开谈判。而现实情况是，自从递交申请后的几年里， CPTPP 委员会始终没有就启动中国加入谈判达成共识，每次年度会议都搁置了中国的申请。换言之，虽然没有明说拒绝中国，但事实上就是一直不让进门。中国方面一开始或许还寄望于做外交工作，拖上1-2年情况就改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连续4年，每年都吃闭门羹。
到2024年底，眼看英国顺利入群成为第12个成员，而中国却依然徘徊在门外。中国高层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CPTPP 这道门缝对中国似乎越来越窄，甚至随时可能关死。事已至此，中国政府坐不住了。我们从官方表态可以窥见一二。2024年11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南德主动提起加入 CPTPP 的进展，强调中方正与各成员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且罕见地公开承诺将通过改革，目标是全面达到 CPTPP 的规则标准。要知道，过去中国加入 WTO 时采用的是边加入边履约模式，先入伙再慢慢履行开放承诺，而 CPTPP 则完全不同，属于达标才能入伙的严禁制。如果没有下定决心，中方不会轻易放出全面达标这样的说法。这番表态等于向外界宣示，中国现在很着急，非常渴望拿到这张 CPTPP 门票，愿意为此做出改革让步。中国为何突然如此迫切地想融入 CPTPP？ 背后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全球贸易格局近年来发生巨变，传统上保护中国贸易利益的 WTO 机制已经名存实亡。有人夸张地说 WTO 已死，美国阻挠 WTO 上诉机构运作，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各国纷纷转向区域和双边协定寻求突破。中国过去20年能够依靠 WTO 的统一规则迅速扩张出口，但如今 WTO 的约束力大减，新兴的高标准协定如 CPTPP， 美欧主导的经贸联盟成了新游戏场。如果中国被排除在这些新游戏场之外，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贸易孤立。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近年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施压，从提高关税到严控高科技出口，再到联合盟友限制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等等，可以说是多路围堵。同时，欧洲一些国家也对中国市场准入采取更严格审查。内忧外患下，中国急需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和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来稳住外贸基本盘。CPTP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中国视为一根不可错过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经济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下行压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内需疲软，房地产泡沫与债务危机此起彼伏，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在传统外需市场遭遇瓶颈时，开拓新的自由贸易渠道显得尤为重要。举例来说，中国有庞大的钢铁、汽车、家电产能，如果能加入 CPTPP， 享受成员国间的低关税甚至零关税待遇，就可以更方便地把过剩产品销往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市场，减轻国内库存压力。同时，借由 CPTPP 平台，中国还希望缓和与美欧的贸易摩擦。一旦成为 CPTPP 成员，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对外展示高标准形象，或许能降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为解决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问题加点谈判筹码。总而言之，经济现实的压力让中国对 CPTPP 趋之若鹜，生怕再拖下去局势对己方愈发不利。可是问题来了，尽管中方如此积极卖力，为何 CPTPP 成员国还是不买账，迟迟不点头答应让中国进场？难道真的是所谓反华同盟蓄意封杀中国吗？仔细分析后你会发现，原因其实更复杂，也更扎心。CPTPP 的高门槛背后，隐藏着中国当前体制难以逾越的4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劳工权益与工会独立。CPTPP 第19章对劳工有专门规定，要求各成员保障劳工基本权利，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工和童工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协定强调工会必须独立于政府和雇主，是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自治组织。然而在中国，目前根本不存在独立工会的空间。中国的工会组织统统隶属于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受党的领导。工人若试图自发成立独立工会维权，不仅不会被承认，往往还会被当作意见分子遭到打压。在过去若干年里，零星出现的民间维权工运都被迅速取缔，参与者轻则被公安约谈，重则狼藏入狱。试想，CPTPP 要求成员国允许独立工会合法运作，
保障工人有权自主维权。这对于习惯了高度控制劳工的中国体制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更别提 CPTPP 还要求杜绝强迫劳工，而外界广泛质疑中国在某些地区，例如新疆，存在强迫劳工现象，这更让许多成员国对中国履约意愿抱怀疑态度。劳工标准这一关，中国要补的课太多，光是纸面上修改法律还不够，还需要切实的执行保障，否则其他国家不可能放心让中国过关。第二大障碍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竞争中立。CPTPP 协定第17章专门针对国有企业 SOE 和垄断行为制定了详细规则，其宗旨是在确保各国国企不会享有政府特殊照顾，从而破坏公平竞争。协定要求成员政府对国企不得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税收优惠等，国企应按照商业考虑运作。另外，各成员需开放大量关键领域，让外资公平竞争，不得以国安等理由无限扩大国企垄断范围。反观中国的现状，国企在经济中可是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无论是能源、电信、航天这些战略行业，还是金融、铁路等关键部门，国有企业都占据主导地位，并享受种种政策红利，低息乃至免息的银行贷款、大笔政府补贴、独占性的市场准入壁垒等等。民营企业往往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外国企业更是被挡在许多领域门外。想象一下 CPTPP 要求中国取消对国企的特殊扶持，让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甚至可能要求中国开放目前由国企垄断的电信、石油、金融市场给外资进入，这对习近平政府而言无疑是巨大冲击。因为国企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中共维持政经体系的支柱和工具，涉及无数既得利益。如果严格按照 CPTPP 去做，等于动了权贵集团的奶酪，体制内阻力可想而知。而其他 CPTPP 成员正是深知这一点，所以对中国的承诺抱怀疑态度。他们担心中国即使口头答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透过隐形补贴、行政干预等手段继续偏袒国企，从而对协定其他成员形成单向收割，也就是中国利用协定好处开放别国市场，但自己该改的不改，继续让国企享特权，外企难立足，最终吃亏的将是守规矩的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当年在 WTO 也不是没有过先例，因此各国现在格外谨慎。第三大障碍是司法独立与政治透明。 CPTPP 第26章强调了透明度和反腐败，要求各成员建立公开透明的法律制度，确保政府决策和司法过程公正公开，防止权力滥用。简单来说，协定希望成员国都有稳定而透明的政治体制和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制，以保障协定下商业活动有可靠的法治环境。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治法律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差距之大，可谓判若云泥。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司法系统也由党牢牢控制，各级法院接受党委政法委的领导，法官的任免升迁受政治考量左右。在这种体制下，所谓司法独立难以实现，司法裁判经常要看政府和权力的脸色办事。此外，政府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公开，贪腐现象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问题。 CPTPP 要求的透明治理甚至包括要求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等措施。在很多民主国家，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是反腐基础，但在中国是极为敏感的禁区。可以说 CPTPP 的这些规范几乎戳中了中共体制最脆弱的一环，司法独立和官员透明。对中国政府而言，要满足这些条款，不亚于要求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例如让法院真正不受党的干预，建立独立监督机制，查处贪腐等等。这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近乎不可想象。各成员国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自然不敢轻易让中国入场。万一日后发生协定争端，需要法治解决时，怎能指望一个党控司法的体系会公平执行裁决？假如中国不愿意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那么对不起，这第三道坎儿它就迈不过去。最后不得不提的第四大障碍，其实并非书面规则本身，而是地缘政治与信任问题。就算前面那些经济与制度条件
中国都奇迹般的达标了，还有一关，所有现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权。CPTPP 现有成员中有几个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并不融洽，甚至近年来颇为紧张。日本对中国在东海、台海的扩张保持高度警惕，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心结。澳洲前几年因为要求调查疫情起源等问题，被中国制裁了大麦、红酒等产品，双边关系一度跌入冰点。加拿大则有孟晚舟事件，2名公民被捕事件的阴影对北京心存芥蒂，还有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既担心中国经济体量太大加入后喧宾夺主，又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矛盾重重。可以说，政治不信任让不少 CPTPP 成员对中国的申请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他们担心一旦让中国进来，会不会影响协定的决策平衡，会不会将本来高标准的协定搞变味，沦为中国牟利的工具。尤其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也担忧中国加入 CPTPP 有战略意图，甚至担心北京借此削弱美国影响力，分化西方阵营。因此，基于地缘政治考量，让中国进来这件事就更是难上加难。毕竟 CPTPP 又不只是经济账，还牵涉国与国之间微妙的战略平衡。在所有成员都完全放心之前，中国的敲门声恐怕只会继续被集体无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CPTPP 为难中国的并非什么歧视或者单纯的针对，而是中国当前的体制与政策处处踩在了 CPTPP 高标准的红线上。有人形容 CPTPP 那几千条协定细则中，有不少简直像是专门为中国量身设计的体制照妖镜，把中国经济结构中不符合自由市场的部分映照得一清二楚。此前中国在 WTO 框架下，很多问题还能遮遮掩掩，但在 CPTPP 这种进阶版规则面前，所有短板都无所遁形。怪不得有网友戏称 CPTPP 列出的一系列苛刻条款，看似要求严，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句话：你中国先改造好了自己，我们再考虑要不要让你进来。这话听起来刺耳，却颇为写实。回想20多年前，中国加入 WTO 时，国际社会大都抱着欢迎你进来，然后希望影响你，改变你的憧憬。结果多年下来，效果不尽理想。如今风向彻底变了，变成你先改到位，达标了再说。许成刚教授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背后其实是制度使然。中国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治理模式，是不可能真正达到 CPTPP 所要求的那些标准的。许成刚是谁呢？简单介绍一下，他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多年来研究中国转型经济和制度问题。他最近针对中国申请 CPTPP 连遭挫折发表了一番见解，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核心设计就是让权力高于市场。在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运行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党的领导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市场看似活跃，但最终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执政者手中。这种制度基因与 CPTPP 强调的市场化、法治化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许教授具体剖析了几个要素。首先，在政治权力结构上，中共体制极度中央集权，一切重大决策由党控制。在产权结构上，名义上的私有财产实际上最终归国家掌控。举例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表面私有，但党组织必须建在企业中并发挥作用。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随时可能因政治风向而改变。再比如老百姓买的房子，其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所有权仍属国家，一纸政策就能决定房产命运。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政府可以随时以社会公共利益或政治需要为由介入市场，重新分配资源。许成刚进一步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理论，强调产权的本质是最终控制权。而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财产，最终控制权往往不在名义所有者手里，而是在党和政府手里。司法体系也是如此，法院不独立，法官要听党指挥，这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许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体制与 CPTPP 格格不入。CPTPP 要求的独立工会、公平竞争、透明法治，在中国现有制度下都难以实现。中国可以轻易在文件上写承诺，
但要落实这些承诺，就势必要对内进行深层次改革，触动政治体制的根本，而这正是习近平政府最忌讳、最不愿意碰的高压线。换句话说，加入 CPTPP 对中国来讲，不仅是一道经济考题，更是一道政治考题。许成刚尖锐地指出，中共当局如今一方面嘴上喊着重视 CPTPP， 要融入高标准经贸体系，另一方面却回避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愿放松对权力和经济的绝对控制，只是在国际场合单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有决心达标。这种喊话并不能改变现实，其他国家听在耳里，表面礼貌点头，心里恐怕还是将信将疑。行动才能证明一切，而恰恰在行动上，北京迟迟拿不出能让别人放心的改革举措。也难怪有分析叹息，中国加入 CPTPP 这条路走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几近无解的制度死结。如果中国执意不改变其统治模式，那 CPTPP 的大门恐怕永远为中国关着。可要是为了融入 CPTPP 而去大刀阔斧改制度、动利益格局，这对执政当局来说又是难以承受之痛，甚至可能动摇统治根基。这种两难处境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一个缩影。放在更大的图景里看，今日 CPTPP 拒绝中国，凸显的是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和诚信的普遍疑虑。毕竟在 WTO 时代，各国已经领教过中国的一些套路，比如入世承诺的市场开放，有的至今没有完全兑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反复，还有近年愈演愈烈的政府对经济干预、数据与网络管控等等。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不带改变地加入 CPTPP， 对其他成员而言风险太高，他们宁可冒得罪中国的风险，也要维护 CPTPP 来之不易的高标准声誉。可以说，信任赤字已经成为中国重返国际经贸主流道路的一大障碍。那么，未来还有转机吗？中国真的会一直被挡在 CPTPP 门外吗？其实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一切都有可能。然而从目前迹象看，在政治意愿没有重大转变之前，短期内出现突破的概率不大。当下习近平政府在内政上愈发强调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推行所谓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优先的路线，甚至在中共高层文件中提出地缘政治优先，把国家战略重心转向对抗氛围浓厚的模式。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冷战思维的翻版，经济发展反而被放在次要位置。既然如此，北京当局对加入 CPTPP 需要做出的让步和改变，恐怕更没有兴趣真正去落实。或许在决策者看来，即便没有 CPTPP， 中国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依托自己主导的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一带一路双边协议来另组一套经贸圈子。只不过 RCEP 的水准明显比 CPTPP 低一大截，对中国结构性改革没什么硬约束力，而且 RCEP 成员中很多也在 CPTPP 内，未来难免向高标准看齐。换言之，绕开 CPTPP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有专家警告，如果中国不想办法修复与主要经贸伙伴的互信，不痛下决心进行一些符合国际规则的改革，那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真的在新一轮的国际经贸重组中被边缘化。试想，假以时日， CPTPP 可能吸引更多成员加入，甚至未来美国若重返或与其联动，将形成覆盖全球大部分经济体的高标准贸易网络。如果中国缺席其中，那真会像一些评论说的，外贸环境可能倒退回改革开放前被排除在主要贸易安排之外，重新面临关税壁垒林立的艰难处境。这绝非耸人听闻。近来就传出美国国会有人提议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及最惠国待遇，一旦实施，中国商品在美关税骤升，竞争力大降。同时，欧洲也在考虑对中国输欧产品采取新的反补贴关税，因为认定中国政府对企业有补贴行为。可以说，当下国际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正在趋于强硬。这时候中国若无法通过加入 CPTPP 来拓展一条新出路，未来日子确实不乐观。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分悲观或绝对化，国际政治经常充满交易和妥协，中国真的束手无策吗？也不尽然。目前北京已经释放一些善意信号，努力缓和与 CPTPP 成员的关系。
比如与澳洲重启高层对话，陆续解除对澳商品进口限制，与日本在经贸领域保持沟通。尽管政治上仍有分歧，但务实合作的声音在增加。对加拿大则在释放外交善意，试图修补此前的人质事件裂痕。中国可能寄希望于先营造较好的外交环境，让少数强硬反对的成员软化态度。另外，中国也在自我改进某些经贸规则，例如新版的自贸区试点措施，宣称要对标 CPTPP 的高标准，在部分地区试行更自由化的政策，诸如放宽数据流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等等。如果这些试点能取得成绩，中国或许能用来扶 CPTPP 成员。看，我已经开始改了，请给我一个进入的机会。然而，必须清醒看到，零敲碎打的小修小改，恐怕很难动摇 CPTPP 成员的根本顾虑。正如许成刚等专家强调的那样，问题的症结在制度基因，不是一两道行政命令或地方试点就能解决的。CPTPP 成员需要的是对中国长期可信赖的信心，而非一时权宜之计。除非中国展现出实质性的结构改革意愿，比如在劳工权益、国企改革、司法独立上拿出硬措施，否则要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相当困难。毕竟谁都不愿意引狼入室，把一个不守规矩的庞然大物迎进自家客厅捣乱。所以到头来话说回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国自己手中，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变，以换取国际市场的更大空间，还是固守现行模式，甘冒被孤立的风险。这道选择题摆在那里，时间却不等人。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 CPTPP 拒绝中国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现在答案应该清晰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到了新的阶段。光有经济体量和外交施压已不足以让中国畅行无阻，制度和信用才是决定通行证的关键。如果说当年 WTO 接纳中国更多是出于政治善意和对改变的期待，那么今天 CPTPP 把门关上，则是出于现实考量和对原则的坚守。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记警钟，也是一个契机。警钟在于再不正视自身问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国际经贸孤立；契机则在于，如果能痛定思痛，推进改革，重建信任，也许还有机会打开另一扇门。习近平政府目前看来确实急了，但光着急没用，关键要看会不会有行动跟上。我们未来或许会见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剧本，一种是中国下决心部分顺应国际规则，做出令各方信服的改变，最终获准加入 CPTPP， 从而翻开经贸合作新篇章；另一种则是中国依旧我行我素，结果继续被拒之门外，长期游离在高标准经贸体系之外，甚至引发国内经济进一步困顿。哪种结果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进入 2.0 版本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只靠老本吃遍天下。规则变了，环境变了，如果不随之改变，自我孤立的墙只会越筑越高。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结：制度决定命运，诚信赢得未来。CPTPP 的大门是不是永远关着？钥匙其实就在中国自己手中。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会如何抉择？世界各国都在拭目以待。我们也期待看到一个更开放自信的中国，能够真正融入这波新的全球经贸浪潮。毕竟，合作共赢才是长远之道。而如果没有改变，门外的等待只会更漫长。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耐心聆听。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下期再见。